身子，雷神，说好今年不批我，保我飞升成功的，为啥说2分2？小云儿，这可真不能怪雷神，上面的人交代了，是你傅家后人气运太差了。若你飞升成功，将这霉运带到天庭啊！是的，是的，小云儿，你赶快到凡间，帮你的后人改运去吧。对了，小云儿，你家后人眉心有一根金线，千万别弄错了。副总，您今天已经泡了2个小时药浴了。我让你找的药，找到了吗？还没找到。那种药只有在古籍里面才有记载，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。副总小心！副总，大胆！你怎么进来的？你闭嘴！女人，你也闭嘴！姓傅，眉心有根线，没错，就是你了。乖孙孙，你老祖宗来了。你滚！明明感应到了玄孙就在这儿啊，怎么绑定不上？这女人力气怎么这么大？你看，把这女人给我赶出去！快叫救护车！好。副总，还要做人工呼吸啊？你来。我不行，我前2天给我家泰迪做了人工呼吸，最后还是死了。废物！道友身材竟如此之好，要不要跟本尊双修呀？啊，竟然这样就绑定好了？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失去了什么？不是吧？跟我做人工呼吸的是我玄孙，我刚刚竟然邀我玄孙双修，禽兽不如啊！傅云芝，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我的玄孙真帅，不愧是我傅家的基因。我不会再问你第3次，谁派来的？天庭啊！你别以为你装疯卖傻就可以糊弄过去。哪个好人会闲的没事装疯卖傻呀？我叫傅云芝，是你老祖宗，天庭派我来帮你转气运。你近日会有血光之灾，只有我才能帮你化解。来人！现在这神棍都明目张胆的行骗，不是，我不是骗子。你今日真的会有血光之灾，就算你天天泡这个药水里，也无济于事。2个月之内，你必死无疑。只有我才能救你。哇，除了短命点，看来我这玄孙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倒霉，怎么还影响到我飞升了？副总，你真信他能救你？他能准确的知道我剩余的寿命，不是凶手就是神医，不管是哪种，
给这位傅小姐安排一个房间。好，离我最远的。怎么回事？感觉心砰砰直跳，难道是我玄孙要出事了？玄心别怕，老祖宗保护你。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就真受伤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的妈呀！你干的？不用谢，我算出来你今天晚上会有霉运，这些都是我帮你转运的。要不是为了飞升，我才不会伺候你这个小兔崽子呢。你要是觉得我在这耽误你睡觉的话，那我可以守在门外。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看来这次成功了，真好。还是那个完好无损的你。神经病！昨晚傅晨被粪车浇了一身，然后掉进坑里去了。这小倒霉蛋可真够背的呀！所以这段时间就要麻烦你代替他当我的助理了。好啊，来尝尝我做的鱼丸。天劫狮子头，夺胜牛肉丸，大聪明鱼丸，无情炸藕丸，飞身什锦丸，3荤2素，请慢用。好吃吧？慢点。忘了他只是个凡人了，这一次生无可显的，不会给撑爆了吧？不行，我傅家不能绝后呀！我出去一下。喂！小人，你可算出来了，我有事。你先听我说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傅四爷他……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想救傅四爷，办法倒也不是没有。什么？你这方法也太不正经了，绝对不行！他可是我玄孙，还玄孙呢！我找你就是想告诉你，你气运线绑错人啦。此父非彼父，你跟傅四爷绑定的是姻缘线。那我真正的玄孙到底是谁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想想，你身边还有谁姓傅？原来傅晨才是我的后人，难怪他那么倒霉。我对后人那无私的爱，终究还是错付了。傅总，对不起，你这血我实在是止不住啊！你现在还能说话，赶紧交代一下后事吧。出去吧。难道真的要用那个方法？你不是走了吗？我不是走了，我是去想办法救你。傅银之，我不管你是谁派来的，我都不怪你。你帮我转达我母亲，我对不起她。还有，遗嘱在书房的密码锁里，密码是……别说了，我有办法救你。雷神说了，跟你睡一觉就能给你调灵，这样你就不会暴体而亡了。什么？
睡觉啊！出去！怎么啦？不就是睡一觉吗？你个21世纪的现代人，怎么比我这个老古董还保守啊？再说了，我这不是为了救你吗？我现在算是明白了。你明白？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，你跟其他女人一样，都是馋我身子。你以为你是人间水蜜桃啊？谁看了都想啃你一口。本尊活了几千年了，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呀？有一说一，确实还挺有料。这要是在古代啊，肯定能成为南苑头牌。你走！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不了一点儿，你就乖乖的等着我来救你的命吧。救命啊！原来少爷喜欢这样式儿的呀！嗨，流氓，救我！流氓！本尊亲自给你调理，那是你的荣幸。要不是因为本尊炼丹几千年零差评，不想让你毁了我的一世英名，你以为我会管你的死活吗？该死的女人，你敢！走！你这脸怎么越来越红了？该不会马上爆体了吧？我得加快速度了。我能动了。奇怪，这凡人竟然能冲破我的法术。竟然连力气也变大了。我刚刚只是想捏他下巴，怎么直接把他举起来了？莫非是仙丹起作用了？必须马上屠法！你给我站住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跑，我就真不管你了。你看我这样，还像有事儿的人吗？小骗子！你说没事了是吧？让我看看。完了，我的法力怎么对他来说不起作用呢？竟然接不住他。看来你是走了狗屎运了，竟然以凡人之身把我现在的法力全都吸收了。你可不可以先起来再说话？既然你不会爆体而亡，那我先走了。站住！傅四爷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不是巴不得这个疯女人走吗？你要去哪儿啊？你以为我傅家是菜市场啊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我当然是要去找我真正的玄孙了，不然你以为我下凡来干嘛？你不是说我是你玄孙吗？啊，那个呀，那是我搞错了，咱俩的傅不是同一个字儿。等一下。你不对劲儿啊，傅四爷，你该不会……该不会什么？该不会是……该不会是小白嫖？怎么可能？我的仙丹在修仙界那可是一丹难求的，你这凡人突然能吸收了，动了点歪心思，也不可耻。我理解你。你那所谓的真实的仙丹，在我这里一文不值，
你以为我真的能指望你能把我身上的煞气给治好啊？那不就更简单了？既然你不信我，我呢也算是救过你一命，那我们就一别两宽，互不相欠了。告辞。让我来看看我家小倒霉蛋在哪儿。玄孙别怕，老祖宗来！我怎么飞不起来了？小鱼儿，别试了，离开傅斯野超过100米，你的法力就会消失。不是吧？这是哪门子破规定啊！贼老天，你玩我呢是吧？站住！嗨，副总，怎么样啊？刚刚由我出演的离别，你打多少分啊？我觉得你演助理不错。那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嗯。完了完了，活了几千年都是别人伺候我，我从来没给别人系过领带啊！还没系好啊？马上。不好意思啊，系好了。这绞刑节系的都比你好啊！你还上过绞刑架？不云之。副总，今天的领带挺别致的啊。开你的车。不对，好浓重的黑气，我玄孙有血光之灾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大哥，永别了。不可能！那个女人是谁？快给我查！给我查！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傅云志，傅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就是忘了，我的法力对你无效了，所以用了一点点小蛮力。你为什么要拼命救我？我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？啊，你别太感动，我呢是为了救我玄孙，顺便救。傅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，我是你玄孙？对啊。那我这次能活着，是托傅晨的福了。但是我刚刚发现个问题，你们俩把手给我。哦。我勒个去！我算是知道为什么我傅云之修行多年，但我的后人气运还是这么差了。原来是因为他把你这个倒霉蛋的霉运全都给吸收了。什么意思？抓到你了！副总，老祖宗在那儿！怎么又超过100米了？喂，你倒是跑快点啊！我说你怎么消失了？原来在这儿呢。哎，你好啊，可以帮我拉上去吗？
刚才你坏我好事的时候，不是挺神的吗？居然在炸弹爆炸的瞬间，将2个男人从车里救出来，现在连自己都救不了了。炸弹果然是你放的。没错，可惜没炸死那个病秧子。不过你是他女人吧？你猜，如果你在他面前脑袋开花，他会怎样？有了。贱人，你对我使了什么妖术？给我上！给我上！你，浮云芝！ 你没事吧？你不是会法术吗？你刚刚为什么挂在栏杆上？你知不知道那有多危险啊？放心，没事的。只要你距离我在100米之内，阎王都受不了我。你居然还敢来！快，给我杀了他！真没白费我那5个大补丸啊！你不是病秧子吗？你说呢？差点忘记了，这里都是假枪。妈的，还好是假枪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傅四爷！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哥，快把我拉上去吧！我以后再也不动你了。这位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们，把我拉上去吧！虽然我是傅家的姑奶奶，但是此父非彼父，你们傅家的事情呢，就让你们自己解决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告诉你，傅四爷，你要是不把我拉上去，这事让爸知道了，他饶不了你们。哎。 我劝你最好不要随意乱动，否则我可不敢保证傅国栋能在绳子断裂前赶到。我们走。傅四爷，你给我等着！你这里也脏了。刚才没吓到你吧？ 我还以为你会把他杀了呢。嗯，老祖宗，这个年代杀人可是犯法的，直接杀了他，太便宜他了。你之前说傅晨吸走了我的霉运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呀。你被人中了煞，不仅会霉运连连，身体也会一日不如一日。傅晨体质特殊，正好把这些煞气全都吸走了。我2个月之后会死，都是因为这。傅四爷。 有脸打电话过来？傅四爷身边哪来的野丫头？不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黄毛丫头吗？别急，本大仙有的是办法，让她有来无回。5年前你就说傅四爷一定会死，他现在活得好好的。傅二少别急，这他不死，我不是拿不到尾款吗？这我比谁都着急啊！既然一时半会儿杀不死傅四爷，那就换一个人。 傅四爷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要不是傅晨，5年前你就死了啊！没想到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经帮傅总做了这么多。不是吧？这5年，出门差点被车撞死，喝凉水差点被呛死，出门被人浇大粪，交个女朋友不是酒托就是饭托的，那些霉运全都是因为他。
你还这么开心啊？对呀，我都这么倒霉了，副总还愿意让我留下来当他的助理。我一开始以为自己一无是处，没想到实际上却帮了副总这么多。我也是个有用的人，我当然开心了。哎，鼻涕擦擦，别蹭衣服上啊！傅成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傅斯爷从来不养闲人，你能在我身边待这么久，全凭实力。副总，这傻小子，看来我不能直接带他远离傅斯爷了，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！傅斯爷，你看我这为了救你们也受了伤，要不这2天你先让傅成照顾你？老祖宗，副下佣人这么多，不用。可以。啊？我就知道你也没那么不近人情嘛。副总，副总。有傅特助在，傅小姐看上去开心多了。谁让你把他俩房间？客房不就是还在一起的吗？哎呀，去！您救我们的时候实在是太帅了，要不是我是您的玄孙，我感觉我都快沦陷了。这仰慕我的人可多着呢，个个身材那都是顶级，就你这小身板，还得再练练。那副总呢？他可有8块腹肌呢。真的？真的？上次是没好好看清楚。没事，还能再看，还有机会。这女人不是馋我的身子吗？她不是想看我的腹肌吗？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？多吃点。副总，撒个凉，别感冒。就你聪明。我玄孙就是聪明，这植物晚上会停止光合作用，不再释放氧气，所以这早上空气质量都很差的。我建议你以后做运动啊，还是选择晚上。那晚上你陪我呀？这是小玄孙，多吃点啊，别给傅四爷省钱。快吃啊！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你是让我喂你对不对？啊，来哎呀，你看看你，真是食不言，寝不语。有些人活了几千年，这种道理都不懂吗？我为我家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虽然活了几千年，但我也在与时俱进，好吧？不像你，一个21世纪的人，活脱脱的像从古墓里爬出来的千年干尸。我让傅晨来不是让你来照顾他的，那是为了什么呀？反正我从头到尾就是你认识的一个外人而已。如果没有傅晨，我可能今天已经死在那辆车上了，而你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话不是那么说的，你死了我也是会很难过的。毕竟你可是我绑定了姻缘线的人，你死了我去哪儿了解这段姻缘啊？是我答应帮忙要除煞的人，所以就算没有傅晨，我也不会让你死的。啊，对了，你看看啊，这块玉佩，你见过没？看看。这个不是汉朝云夫人身上戴的玄灵佩吗？识货，玄灵志灾厄除，你要是能找到这个玉佩，就戴上7期49天，你的灾厄自然就除了。但据古籍记载，云夫人下葬不到月余，墓都已经被盗干净了，这现在还去哪儿找玄灵佩？云夫人只是我化凡间时一个身份，墓地要是一直留着，不就穿帮了吗？这个你放心吧，玄灵佩传下来了，能不能找到就看你本事了。哎，副总，
下周成云阁有场拍卖会，据说会有云夫人的贴身物品进行拍卖，我们去那儿没准能找到关于玄灵胚的线索。好，那你去安排一下。好，真不错。多吃点儿，瞧您瘦成那样。哟，这不是大哥吗？私房钱不少啊，居然也来参加成云阁的拍卖会。听说傅氏集团现在归傅二少管，财政大权都在他手上拿着。成云阁的拍品至少也有个上千万，你说这傅大少能不能拿出钱来？能参加成云阁拍卖的都是验过资的。大哥怕是把所有家当都拿。怎么，你偷他家保险柜了？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？有什么好怕的？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乡野丫头而已。这世上还没有本少爷搞不定的女人。美女，我是傅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。如果你现在把傅斯野踹，并愿意跪下给我当狗，我可以考虑把你留在我身边。怎么当狗啊？要不你教教我吧。我怎么回事？干嘛呢？怎么学上狗叫了？特殊的爱好。傅二少还学狗叫，太搞笑了。这光狗叫也不行，怎么着也得再学学狗的姿势吧。这就是刚才不赖啊！我像你看啊，这人怎么能这样啊？快起来！这也太丢人了！这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？别要人啊！哎呀，原来傅二少还有这种癖好！哎呦，像傅家这种顶级豪门，一般都玩得花。傅二少，你怎么了？你快起来！起不来。哎呀，这是谁家的狗啊？哎呀，抱歉，看错了，原来是傅二少啊！快把傅二少牵回座位上去。走吧。傅思言，傅云志，等会我一定要让你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本场拍卖会正式开始，有请第一件拍品——汉代玲珑爵，起拍价1000万。1000万真品！傅二少，这块玉佩质地看起来温润高于，是和田玉中的极品，用来做吊坠一定很好看。你喜欢啊？拍了送你。1100万。这太高了！你喜欢吗？当然喜欢呀，不喜欢我也不会用来做我家小玲珑的肛门塞了。2000万。 2000万，这么多钱啊！2000万，这么小块玉珏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有钱，我乐意。怎么，傅二少破防了？该不会出不起了吧？区2000万，傅二少怎么可能会出不起？要知道，现在傅氏集团都是我们傅二少说了算。傅大少，这玲珑爵虽然质地上佳，但2000万已经是顶天的价格了。34。哎，我说若琳，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，就算你跟傅四野订婚了，也没必要这么帮他说话吧？他现在可是想拍下玲珑爵送给另一个女人呢。原来这就是傅四野原定的姻缘啊！长得这么漂亮，倒是跟他挺般配的。 2000万一次，还有人要加价吗？2000万2次。傅二少，你难道真的愿意让傅四野压？哼，这个玉珏我先看上的，我就一定要得到。 2100万。哇，感觉他好有钱。2100万。好，傅二少出价2100万，还有人要加价吗？2100万一次。你不是喜欢吗？我喜欢的那么多，总不能什么都买下来。再说了，这个是宠物用的，我又用不着。宠物2100万2次，2100万3次。恭喜傅泽川先生，拍得本店第一件珍品——玲珑爵，
感谢您的慷慨。看到了吧，玲珑诀可不是你这种土包子佩戴的。主持人，这玲珑诀应该只是七窍塞中的肛门塞吧？其他6样应该还没有拿出来吧？竟然还有这种事啊！哎，他倒是正合适啊。傅小姐是有见识的，不错，这玲珑诀正是汉代云夫人的宠物狗的七窍塞之一——肛门塞。不过由于年代久远，另外6塞自云夫人墓被盗后便没了踪迹。竟然是个肛门塞啊！还是傅二少财大气粗啊，花2100万买一个肛门塞。我觉得向小姐还是眼光独到，拿个宠物狗的肛门塞当项链，你可真是头一份啊！这是你非要的2100万。傅二少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2件拍品——宋朝国手沈墨禅的真迹《孤峰问月图》，起拍价2000万。哇，是真迹啊！我竟然有幸能看到，没想到还能看到这样的作品，真的是《孤峰问月图》，没想到沈大师唯一的绝世之作在这里见到了。看见这幅画，我出3000万。沈墨禅的画怎么可能只值3000万？5000万！爷子最喜欢的画家就是沈墨禅，《孤峰问月图》是沈大师唯一的遗世之作。如果我能拍下来送给老爷子，傅氏继承人的位置就一定是我的。1个亿！1个亿！1个亿！我想算了，这可没得玩了。这笔财力谁比得过傅氏集团？我也退出了。傅二少，这幅《孤峰问月图》归你了。2个亿。2个亿！没听错吧？真的哇！这才翻倍啊！这画是假的。假的？他说这画是假的？假的？就他。傅小姐，我们程云阁从不出假货。若是您执意捣乱，我们就只能请您离开了。那若是我说这画就是假的，若是假的，我程云阁愿出2倍赔偿。他说是假的。怎么可能？这不是万里是程云阁的老板万一啊！程云阁都没出过。傅云芝这下惨喽。若是真的，叫他们装逼！程云阁可是古玩界最权威的机构，上一个质疑程云阁的人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消失多久了。有些土包子啊，就爱出风头，自寻死。若是真的，我傅斯也出2倍价格买下。2倍价格，起码得跪下来道歉，然后永远不能进入程云阁1步。这么喜欢人下跪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一块行走的墓碑呢。这话如果是真的，我要你舌。行啊，继续吧，反正呢，拍的越多，我们赚的越多。狂妄！好，现在傅泽川先生开价1个亿，还有要加价的吗？2个亿，到你了。还加吗？傅二少，绝对不能让傅斯也拍了去。反正不管我出多少，他都得付2倍金额。今天我就要让他倾家荡产，再也无法与我抗衡。哼！5个亿！都快要命了！5个亿！傅总，咱还要再加吗？万一是真的，咱们家里就没了。哎呀，傅大少该不会是怕了吧？也是，毕竟兜里就那几个钢镚，还想跟我们傅二少抢东西，真是白玉做人。10亿。10亿啊！傅四爷，你诚心跟我作对是吧？你别忘了，就算是你拍下了，也要付2倍价格。这你就别为我们操心了，傅二少，你就说你加不加吧。我不是不加，我是怕看不见你们掏这20亿。好，10亿1次，10亿2次，10亿3次。恭喜傅斯野先生，
拍得我殿镇殿之宝——孤峰问月图。另外，傅先生说，此图若是真迹，他便付双倍价格。随后，请傅先生跟我们去贵宾室，支付20亿。慢着，就这样一副垃圾，还想让我们出20亿？啊！这画怎么烧了呀？烧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么多钱，这……真正的孤峰问月图之所以珍贵，不仅是因为它年代久远，更是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一幅画，而是可以驱邪镇宅的法器。啊！居然是法器！什么意思？法器？这个呀？我看你是急糊涂了吧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信这种东西？啊，没事吧？你继续。真正的孤峰问月图，无论是从手法、纸张还是印文，都是由沈墨禅独创独制，创作时注入了真源，连神仙都抢着要的仙品，哪是这种垃圾可以比的？这怎么回事？收到了，真的假的？收了，这收完了的。你，傅云芝，你竟然说沈大师的真迹是垃圾，别以为你毁了画就死无对证了，这里可都是有监控的。哼，蠢货，这下你完蛋了。傅云芝，这可是承云阁的镇店之宝，承云阁可不是你这种土包子得罪得起的。唉，又是一个不怕死的。傅总，这下可坏了，老祖宗闯大祸了。你都信他是老祖宗了，还不信他这幅画是假的？我当然信啊，可假如他是假的，那他也不能就这样把它毁掉。万一承云阁咬定是真的，咱们怎么自证呢？用这种垃圾当镇店之宝，我看你承云阁也别开了。如此莽撞，傅四爷恐怕要被他连累了。万爷，这个女人就是个土包子，你赶紧拔了她的舌头，让她跟傅四爷滚出承云阁吧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说你们这群人，还真是老太太进被窝，给爷整掉了。我的地盘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挥我。傅小姐，方便跟我去书房谈一谈吗？你还是先兑现承诺吧。好，快去给傅小姐支付20亿，转给傅四爷就行了。好，都听您的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走吧。怎么可能？万爷什么意思？意思很明显，画是假的。万爷，孤峰问月图真的是假的吗？你是不是被这个女人给蛊惑了？我再说一遍，承云阁没有假货。万传生从来不会向任何人低头，今天怎么对傅云芝变化太大了？不仅不怪他毁了孤峰问月图，竟然还愿意给傅四爷倒赔20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你为什么？闭嘴！这蠢货害我损失2000多万，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，要是把万爷彻底得罪了，我以后还怎么混？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质问我了吗？万爷，我可是向家的。蓉蓉，别说了，快走吧。我不走，我没你这么窝囊。傅四爷明明是你的未婚夫，却公然勾搭别的女人，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难道你就不想出了这口恶气吗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快走吧。既然向大小姐不愿意走，那就跟我们去楼上坐坐吧。哎呦，向大小姐，太倒霉了，真的吗？我就知道万爷会给我们向家面子的。向小姐，请。
世人都知道《孤峰问月图》是一幅普通的画，您是怎么知道它是一件法器？因为我就是沈墨尘。你是沈大师？小的万传生，拜见沈大师。不是，沈墨禅不是男的吗？世人都知道，沈大师是男人，只有我家先祖无意间撞见了您的女儿身。你家先祖叫什么名字？万延年，他在与后人书中写道，他曾给您当过书童。小年啊，你是小年的后人？是。快起来！真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竟然还让后人记住了我。实不相瞒，自从万延年先祖后，我们万家一直都在找您，可一直没有任何消息。我们曾一度以为是我们先祖得了异症，没想到在我这一辈竟然遇到您了。傅小姐，不，云夫人，不，沈大师，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了。你就叫我傅小姐吧，傅云芝是我的本名。好，傅小姐。云夫人也是你？汉代的时候，我去凡间小小的体验了一下生活。沈墨禅就是我在宋朝时的身份。原来他的每一个身份竟然都这么厉害。傅小姐，承云阁是我家先祖为您创办的，鉴宝知识也都是跟您学的。没有您就没有承云阁，从今以后您就是这里的主人。不必了，你们奋斗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。要是真想感谢我的话，你就帮我留意一下薛灵佩的下落。傅小姐，此物就在承云阁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我活了这么久的事实，我的身份一定要保密。傅小姐放心，我们是不会给您添麻烦的。真正的孤峰问月图，我会差人送到承云阁，就当是换玄灵佩的酬金了。您太客气了，这玄灵佩本来就是您的东西。没看见这里有贵客吗？什么阿杂东西都往这扔！对不起，万爷，我们图远一点。傅小姐见笑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也回去吧。傅小姐慢走，欢迎常来承云阁。怎么了？这薛灵佩找到了还不开心啊？转过来，我给你带上。好了，就这样贴身佩戴7749天后，你的煞气就会全部消除了。所以，他很快就要离开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承受不住玄灵佩的灵力，感觉身体又要爆掉了。不应该啊，玄灵佩是除煞的，不痛不痒，怎么会这样？没问题啊。但是我真的很难受，感觉跟上次爆体而亡的感受是一样的。你不是说双修可以救人吗？要不，还是试试双修吧。我不应该在车里，我应该在车底。对了，小鱼儿，你想了结与傅思野的姻缘线，必须成为夫妻，并且真心相爱哦，否则姻缘未了，你永远也飞升不了了。成为夫妻还要真心相爱，我跟这个凡人，自己种的果，含泪也要干3碗啊！想双修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得先跟我结。妈，过去，他刚刚是装的。思野，我听说你带着一个女人去了承云阁，是吗？常家姑娘也去了。若琳才是你的未婚妻，你这样做，你让常家的脸往哪儿搁？常家父母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。妈，您腿脚不舒服就好好休息，其他事情你不要操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我不管，你跟若琳已经订婚了，你就必须好好培养感情。
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去别墅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妈，你刚才说想双休，要先跟你结拜，我们拜把子吧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好主意啊！你正好比我大几千岁，我叫你一声姐姐不过分吧？姐姐，事情的发展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随你。不过姐姐喜欢在上面。非礼勿视。姐姐，这个时代你有没有身份证啊？结拜还要用身份证啊？对，你可能刚下凡还不知道。副总，你瞎编有点依据吧？我下凡的时候虽然掉进水池里了，但是脑袋没进水。那你还愿意跟我结吗？你不就是想结婚吗？直说呀，姐姐我有经验，送上门的帅哥没有不要的道理。你结过很多次婚吗？倒也没有很多次吧，8，大概9次吧。我怎么忘了他已经活了几千年了，自然不可能是第一次结婚。可是傅四爷，你到底在心酸什么？怎么不高兴了？没有，我是在想，既然你救了我，那我也嫁给你一次吧，给你凑一个十全十美。有心啦！趁民政局还没有下班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啊，好嘞。拜把子老公，恭喜你了，你这辈子有着落了。姐姐，请多多关照。那两位要不要来一个新婚相吻呢？以我几千年的经验来看，接吻能促使男女荷尔蒙的分泌，应该也能加快感情的发展。来吗？等一下。哇，好嫩，好有劲，跟新人类接吻，感受果然不一样。我妈还真把你傅先生，我本来也无意冒昧上门，只是两家父母非要促成你我二人的联姻。抱歉，我有老婆了。真的吗？那恭喜你们了。你不生气？我反而很开心。傅先生能找到真爱，倒也不算什么真。谢谢，也祝你早日找到真爱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进去坐坐吧。哼，这小姑娘我喜欢。走。怎么，副总？哦，我明白了。所以，其实你也是反对这桩联姻的，只是逆来顺受惯了，不知道怎么反抗，对不对？让傅小姐见笑了。没事，我最知道怎么气人了。好了，他们看到这张照片，肯定以为是你们俩结婚了。到时候发现结婚证上的人不是你，肯定气得半死。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可以先住在我们家1晚。不能住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们家房间多得很。你要是不介意，还可以住我那屋呢。那你呢？我嘛，自有安排。原来他是想跟我过新婚夜。沙小姐，你就安心在这里住下，想住多久都可以。我原本以为他是傅泽川派来的奸细，没想到却是天上的神仙。哦，副总，我说你怎么突然来泳池呢？原来你是想回味第一次跟老祖宗相遇时的场景。傅晨，你说你家老祖宗前9任到底是什么样的丈夫啊？你帮我去问清楚查一下。不是副总，你怎么从拍卖会一回来就跟吃了春药似的，还跟老祖宗领了证？你该不会真对他动心吧？闭嘴！我命你3天之内必须查清楚云芝前9人到底什么男人。好的。回来，他今天晚上必须是我的，
去。OK。阿野，姐姐宠你。姐姐别太累了，还是我来吧。过来，快过来！傅小姐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夜不归宿。当然可以了，你的人生不过区3万天，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。谢谢你，傅小姐。别那么客气了，叫我云芝，快来。怎么还没过来？说好的过新婚夜呢？姐姐还不睡觉吗？先生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觉？你熬鹰啊？啊，新婚夜，不困，随便走走。新婚？啊，我马上去找太太。啊，这怎么说？先生，太太她已经睡着了。什么？原来结婚在他看来是这么潦草的事吗？哎呀，也对，他都结过那么多次婚了。如果他不喜欢我，为什么答应跟我结婚呢？哎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啊，可能又中煞了。中煞？你不是有玄灵佩在身吗？什么煞能入侵你啊？老祖宗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？这还有一种煞，是玄灵佩都挡不住的。什么煞这么厉害？情煞。什么煞呀？哇，今天的早餐……那当然了，这些都是常大小姐一大早起来亲手给咱们做的菜。这些都是我新研发的菜品，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展示，你们快尝尝看。若琳，你怎么还会做饭呀？尝尝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好吃。味道完全不是5星级大厨。好吃，那你们多吃点。先生，不好了，老夫人、常董事长、常董事长夫人都来了。什么？我爸妈来了？妈，你还好意思叫我妈？那照片怎么回事？结婚证上为什么不是你？你跑出来当厨子了？妈，闪开！
你明明知道你妈有心脏病，你还这么做，你是要把她给气死吗？对不起，妈，对不起。把他放下。你要干什么？他有心脏病，你别胡来。闭嘴！快叫救护车吧！我太太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一定让你们傅家血债血偿。为什么我们突然动不了了？好了，没事了。傅思野，他以为他比划几下就能治好你常阿姨的病吗？他以为他是仙女下凡吗？他就是。什么？若琳，你平时挺乖巧懂事的嘛，你现在这次到底是为什么？是他抢走了你的未婚夫？爸，傅先生只是你们认为是我的未婚夫，但是我们2个从来都没同意过。你不同意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没嘴巴？我说了就有用吗？我5岁时的生日愿望就是当一名厨师，可从小到大，我哪一件事情不是按照你们的意愿来的？你们让我学习琴棋书画，让我讨好权贵，甚至连婚姻都拿来当交易，我还有什么权利说不愿意吗？若琳，你不说，妈妈真的以为你愿意的。妈，你，孩子，谢谢你。我这心脏病是老毛病了，四处求医都医不好，没想到竟然被你给治好了。那既然你的病好了，你就应该不生气了吧？其实这些事情若琳不想干的，都是我怂恿的。妈，你别怪他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没生气，是我们忽略了你的感受。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只要不犯法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对，支持。所以现在就我一个人生气了。妈，你也可以选择少数服从多数嘛。我服你个好大儿！过2日就是你爷爷的寿宴，这是你唯一能掌权傅氏集团的机会。我本来跟常家联姻，能有资本对抗那个贱种，现在看来，你拿什么来对付他们？大少爷，不好了，董事长被送进去救治了。什么？妈。怎么回事？爷爷身体不是一直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进急诊室了？还好意思问？还不是因为你的女人把沈梦辰大师的真迹给毁了。爷爷知道后，气得心梗发作。怎么，老爷子知道画被我毁了，不知道画是假的？你说什么？假的？傅二少报军情，顾头不顾腚，还是说你在现场就已经耳聋眼瞎了？少血口喷人！反正万爷已经封锁消息了，除了那天在场的人，就没人知道烧掉的画是假的。只要我一口咬定傅云芝烧了真画，谁也无法去求证。我是不是血口喷人？把万传山叫过来不就知道？你真能把万爷给请过来？爸，他肯定在骗你呢。万爷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怎么可能他叫一声就过来？情况危急，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傅四爷，没有了老爷子的支持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抢傅氏集团？哼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还没死，鬼叫什么？说起他心梗发作，你从外面领这个女人和野种回家时，爷爷可是在医院躺了1个多月。傅四爷，你这么着急，难道是心虚吗？老爷，他不仅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还恶毒的害得爷爷心梗，现在还敢理直气壮的污蔑泽川，他怎么这么嚣张啊！畜生！急什么？爷爷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我们尽力了。爸，都怪你，都是你害死了你爷爷，还有你这个贱人！爷爷，都是傅四爷害死了你啊，爷爷！不可能，不应该啊！傅老爷的命格不该绝于此。
爷爷，爸，爷爷，你怎么这么惨啊？爷爷。那么喜欢打人耳光，那就让你们打个够。爸，你走得好冤啊！今天本该是您70岁大寿，却变成了葬礼啊！爸，是儿子对不起您啊！都是那个不孝子把你给害了呀！早知道您将傅氏集团交给我继承，会给您带来杀身之祸，我就不要了。我只要你好好活着呀，爷爷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我跟你一起去了吧。傅二少，节哀顺变吧，傅氏集团需要你啊。傅二少，大少爷迫害董事长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为傅氏集团主持大局啊！虽然爷爷的遗愿是要我继承傅氏，但他才刚走，我不想讨论这些。我求求你们，先让我好好将爷爷送走好吗？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。傅二少，贫道知道你有孝心，但若是错过了继承傅氏集团的吉时，恐怕会影响傅氏集团以后的运势啊！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该为集团10几万员工的未来着想。这不是传说中的黄大仙吗？他可是世间唯一有仙术的凡人啊！啊，真不愧是傅家啊，竟然能把黄大仙请来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，居然能亲眼见到黄大仙。黄大仙都说不能误了继承的吉时，还请傅二少放下悲痛，继承傅氏集团吧。请傅二少放下悲痛，继承傅氏集团。对不起，爷爷，我只能先完成您的遗愿，再将您下葬了。泽川说的对，我们不能太自私，不能弃10几万员工的利益于不顾。下面，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傅氏集团将由傅泽川。你们在爷爷的灵堂前胡说八道，经过我爷爷同意了吗？傅四爷，杀人犯还敢来爷爷的灵堂！我的手指！此人怎么这样命啊？被煞气缠身这么多年，竟然还能活到现在。有没有看出什么来？他怎么还没死啊？二少别担心，今天他敢出现在这里，我就敢让他最后别再失败，要不然你就和他一起去见老爷子。你只要想办法拿掉他脖子上的玉佩，他今天就死定了。你们有遗嘱，巧了，我也有。这遗嘱是老爷子的笔迹，
但继承人写的是傅大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哪份是假的？现在谁真谁假不重要了，如果我们站错队了，下半辈子就完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傅大少一直以来身体都不好，要不是傅老爷子一直保他，他早就跟着这个残疾娘离开人世了。依我看，还是傅二少更有胜算。哼，二少，周围这么多人看着，没机会下手啊。他身上没法下手，那就换一个人。明白。傅国栋，婚内出轨抛弃妻子，还跟小三勾结，残忍的将发妻推下悬崖，导致终身残疾，这些都是证据。他怎么这样啊？这个才是真的呀！傅思野，我和你妈是因为感情破裂才离婚的，跟白萍没有关系。把你妈推下悬崖，更是子虚乌有的事。傅国栋，我看你是有贼心没贼胆。当初那个贱人把我迷晕，再到悬崖把我一把推下去。景区的监控我们已经找到了，证据确凿啊！而你不但没有阻止，甚至我醒来之后还妄想软禁我。不是的，阿曼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！你跟那个贱人狼狈为奸就算了，还想把我儿子赶出傅氏集团。当初傅氏集团金融危机的时候，是我拿出全部身家给你去填补空缺，要不是我，傅氏集团早就破产了。我告诉你，傅氏集团永远不会落到一个野种手里。阿姨，公司的事情咱们回去再说，现在是爷爷的葬礼，咱们还是不要让爷爷死不瞑目吧。妈，妈，怎么了，四爷？你别吓妈妈，四爷，四爷。混账！四爷，我看你是存心来毁掉你爷的葬礼吧？傅思野，今天就是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傅国栋，他是你儿子，你快送他去医院，救救他呀！你还知道他是我儿子？这么多年喊过我一声爸爸。今天他就是死在这里了，也是他的报应。还有你都残疾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不去死啊？老爷子是因为傅思野而死的，我们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不跟他们计较。可没想到他们母子竟然还敢大闹灵堂，看来不给他们一点教训，他们是不会悔过的。这群乌合之众最容易被蛊惑。大仙，你再下点猛料，让他们打死这对碍眼的母子。小事儿。夫人太仁慈，他们心肠这么歹毒，就应该杀人偿命，打死他们，为董事长报仇！打死他们！打死他们！打死他们！你们都疯了吗？老爷子死的时候，我们压根都不在身边。打死他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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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太打了！谁敢动本尊的男人？谁敢动本尊的男人？哎，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没看见啊？哎，这个女的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四爷，为什么这该死的法力为什么没有效果？到底是什么人，敢阻碍本大仙施法？
渗人的眼神怎么这么可怕？大仙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毁了沈大师的画，才气得我爷爷心梗发作的。我去，这难道就是法术吗？居然能让夫人站起来，这连黄大仙都做不到啊！我的腿好了，谢谢。哼，这个女人腿可能早就好了，在这里是障眼法，现在就让你们瞧瞧什么才是。我去，那个女人要完蛋了，黄大仙要施法了。自作孽不可活！贱人，既然你这么在乎傅四爷，那就跟他一起去死吧！去！大仙，你没事吧？大仙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只是失误了而已。本尊的驯畜之道，你祖先偷了去，学会了点皮毛，就敢拿出来卖呢？就凭你，也想替天行道？天同意了吗？少仙，对不起啊，少仙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啊！就你？不是我，是他，是傅二少，是他让我杀的。我什么时候让你杀人了？哼，我们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，我这里头都有。还有，你让你的手下去偷傅大少的玉佩，玉佩现在就在他身上，不信你偷偷看。这个老邓，倒戈倒得也太快了吧！哎，别！你这是我送给我老公的东西，你也配抢？老爷，这是什么妖术啊？哎，儿子别怕啊，来。我的法术对傅斯也没用，但如果通过黄大仙呢？借你身体一用。看不上，就是。大仙！老婆，我好了，谢谢。看来这次还是高估你了。还得是老婆罩着我。救我！救我！哎呦！自食恶果。别以为你们这样就能够摆脱杀害爷爷的罪名。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你们谁也别想跑。是吗？那正好，省得我再报警了。妈，我之后再跟你解释。爸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没死，你很不开心呐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爸，那里边的事，从医生宣告我死亡开始，你就再也没有来看过我一眼。送到火葬场的是不是我，你也没有再去求证过。要不是四爷和小云，我现在
是不是就真的躺在那个小盒子里了？原来是他们两个凶手。刚才是谁说傅氏集团由傅泽川继承的？董事长，您不是立了遗嘱叫二少爷继承的吗？放你娘的狗屁！就这玩意儿，根本不配做我傅家的孙子。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东西，竟然还敢伪造遗嘱啊！二少爷竟然伪造遗嘱！那大少爷拿出来的遗嘱呢？傅四爷手上拿的是我亲手写的。原本我是想在我的寿宴上宣布四爷是傅氏集团的总裁，可我没曾想，你们这群畜生为了让小三人杂种上位，竟然用邪术害我。原来董事长的死跟大少爷和那位小姐是无关的，我们都被骗了。原来他才是杀人凶手，还贼喊捉贼。对呀，他才是杀人凶手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我也是国都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泽川也是傅家的孩子，你却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们俩。现在还要把傅氏集团所有的东西全都交给傅四爷，所以你该死！哼，你也算明媒正娶的，你就是癞蛤蟆披婚纱，蹦得再高也是笑话。狐狸精戴凤冠也想装正宫娘娘，你想屁吃呢？国栋被猪油蒙了眼，我可没有。骂得好！别以为你给傅泽川的年纪改小了1岁就能瞒过所有人，他的真实年纪我们已经掌握了。这个野种到底是不是傅国栋那个狗东西的，还未必。在这立什么牌坊？什么？泽川不是25岁吗？老爷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相信我，是他们污蔑我的。是不是污蔑你？跟警察说去吧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。妈，妈妈一人做事一人担，答应妈妈好好活下去，不要跟妈妈学。爸，今天让各位看我们傅家笑话了，改日我一定亲自去谢罪。既然大家都聚在了一起，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傅氏集团由傅四爷正式接管，大小事宜全部由他决定。好，恭喜傅总。四爷，爸之前都是被白萍蒙蔽了双眼，所以才做了那么多伤害你们的事。爸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事了。我现在就把你妈接回家。啊！呸！你做什么白日梦？你现在也不撒泼尿，照着自己有多恶心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小三的孩子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和我们傅家再无半毛钱关系。爸呀！儿媳妇儿，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爷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生日快乐！小云儿啊，四爷啊，你们真是有心了，不仅帮我找到了沈大师的真迹，还帮我补办生日。那必须的呀！您这70大寿在灵堂里过多晦气，横竖也得给你充晦气。您可是还要再活50年呢。借你吉言呐！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。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。我的心。你妈好这口啊！来，这个好吃，来尝尝。来吧，尝尝。傅国栋，我是不可能再给你机会的。你有多远，滚多远！来来来，就这样。
老婆，我妈之前那么说你，谢谢你不计前嫌，帮她治好腿。神仙都有口无遮拦的时候，何况是人呢？子野，怎样？你们俩呀，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呀？对啊，得赶快跟傅司爷把这1世姻缘线走完，本尊还要飞升的呀。爷爷，我们再努力了。对，我们马上去努力。老婆，你真的是那个意思吗？不然呢？傅司爷，你真的爱我吗？爱，当然爱你。我爱你，傅音之。这样的话，就能顺利飞升了吧？老婆，别走。傅司爷，再见。每当来夏天登场，看你把头发留长，没能见识你出堂，为了贼老天，后人气运我已更改，我跟傅司爷也已经相爱。贼老天，现在你没有理由阻止我飞升了吧？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小云儿，我之前都说了，要真心相爱才行。你平时上班都在摸鱼吗？我跟傅司爷明明已经互相示爱了，婚也结了，觉也睡了，你们怎么是真心相爱了？这还真不是，他对你是爱上了，但你对他，小云儿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你真的爱他吗？云芝，你是什么？小云儿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你真的爱他吗？我当然爱他了，不然我能跟他睡吗？那我问你一个最直观的问题，你愿意为了他放弃飞升吗？唉，小云儿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你飞升失败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你一直没有度过情劫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都度9次了。哎呀，月老说你不开窍，你还真不开窍。那9次都被你给敷衍过去了，那能叫渡劫吗？谁敷衍了？我第一任少年将军，新婚夜远战沙场。再见，已识马革裹尸。那是第二任鬼才诗人，入洞房的路上在河里淹死了。第3任皇上，没入宫就已经驾崩了。那是第4任，那人家命硬，天生克夫，这能怪我吗？那9次分明都是你故意找的将死之人。但凡好好的用心的度一次呢，咱俩现在都成同事了。原来他的前9任都没跟他有过夫妻之实，那我也就是他唯一真正意义上的丈夫了。哎呀，你们烦死了！那我就只想飞升，不想谈恋爱，不行啊？小云儿，天庭有天庭的规矩，你想飞升必须度过情劫，不然你就是修炼1万年也没用。那你们刚开始跟我说我后人气运太弱，不能飞升，我把后人气运改了，现在又跟我说渡情劫，可这钓鱼执法呢。那你可冤枉死我们了。再说了，那玄孙也并非是你亲生，只是你第3世收养，
挂你傅家名下罢了，上面早就发话了，如果你第10次情劫还是渡不了的话，那你就永远失去飞升的资格。哼，我早说！你都失败9次了，谁还敢说啊？我们几个一合计，用认错后人的方式，让你跟第10世情劫对象来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，那情劫不就渡过去了吗？行了，别废话，快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才能飞升？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你那颗几千年的老心脏，好歹动一动啊！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对傅思野真的动心了，就可以飞升了？该不会到时候有什么新条件冒出来吧？别激动，这次真没别的了。小鱼，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一定要成功啊！爱一个人要动心，动心是什么感觉啊？云芝，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，祝你飞升成功的。不就是动心吗？分分钟的事。开始了啊！还有这边，这边。是假的，你看一眼。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突然看你眼睛，我脸红，特奔着的心动住着惹你笑容，你的笑容是夏日里最甜的酒，你疯狂着到我心中，让我晕了头。哎，输了。副总，老祖宗，不好了！若琳被副道长抓了！副总，老祖宗，不好了！若琳被副道长抓了！我去救他。我们一起去。四爷，快回来！傅国栋那个畜生要杀了你爷爷！我们分头行动。雪瑟，你和四爷一起去救爷爷。放心，我一定把若琳救出来。老婆，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。若琳，你可终于醒了。放心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柔柔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哼，最好的朋友。我看你自从认识傅云之后，就忘了还有我这个朋友了吧？我没有，我要是真把你忘了，今天就不可能过来赴你的约。够了，别假惺惺的了。傅云之已经知道你被绑架了，你猜你的好朋友会不会来救你呢？哼，常小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傅云之根本就不是普通人类。我已经在这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只要他一进来，就必死无疑。你就坐在这看好吧。傅二少，我已经布下了国社阵，
只要傅云芝靠近常若琳，就可以夺了她的肾。她一死，傅斯也没有了靠山，傅氏集团就非你莫属了。青天白日呢，做什么？云芝，不要进了，有陷阱。傅云芝，不是吧？就这么认怂了？你不是有法力吗？原来这就是你把我和傅斯野分开的理由。没错，我说你身上的灵气怎么断断续续的？原来离开了傅斯野，你就没有法力了。哟，怎么不敢进来啊？你不是挺嚣张的吗？云芝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快走，他们要夺你的肾！闭嘴！夺肾？黄大仙怎么会这种禁术？常小姐，这么愿意牺牲自己啊？那我就先满足你。傅泽川，你个混蛋！常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常家是个屁！你就是被傅斯野退婚的一个烂货，跟我在一起算你的荣幸。傅云芝，亏得若琳拿你当朋友，原来你也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怂包啊！竟然宁愿看着他被玷污，也不来帮他。住手！看到了吧，傅云芝马上就要死。你要是乖乖的跟了我，等我回到傅氏，还能给你个小蜜当呢。跟你，我还不如去跟一条狗。傅云芝啊，你这个身体还比我的好修炼多了呀！夺了你的肾，那飞升的就是我了。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呀。黄大仙，哎呀，你不是没有法力了吗？对付你们这帮垃圾，用不着法力。国栋，你个畜生！傅国栋，你敢伤害你爸，你连畜生都不如！你冷静点，想要什么跟我说，但你敢伤害爷爷半根毫毛，我保证你下半辈子只能在牢里跟白萍作伴。爸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，我只要四爷留在这里。什么意思？四爷，你别管我，你快去救小云儿啊！爷爷，你放心，就凭傅泽川，还奈何不了云芝。这可能是黄大仙的捣鬼，老祖宗离你100米开外就会法力尽失，这肯定是调虎离山。什么？四爷，你没必要为了一个女人和自己的弟弟闹僵啊！你放心，我们只要傅云芝的命，是不会对自己家人做。家人？从你把我和妈妈从傅家赶走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再也不是你的家人了。不是这样的。那个时候我是受到白萍的蛊惑呀，四爷，爸求你了，白萍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你就放过你弟弟一回吧，行吗？只要你不伤害爷爷，我可以答应你，试着跟傅泽川好好相处。好，我也不是真的要伤害父亲。来人，快！来人，快！没事吧？傅晨，就交给你了。好。傅国栋，我真看错你了，你不但懦弱自私，还如此虚伪。马上就好。各位，没事了，我们走。
你卑鄙！傅云芝啊，想勾引你上钩实在太难了。好在我布置了个假阵法，让你掉以轻心，否则可能还抓不住你呢。傅云芝，你这样为什么？你明明没有开启夺舍阵的能力啊！你干什么？反派死于话多，你以为我会告诉你？夺神阵，起！蓝潮。你竟然为了获得开启夺舍阵的能量，以自己的寿元为祭！不愧是修行千年者，见识就是广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样做一旦失败，自己会灰飞烟灭？灰飞烟灭？嘿，夺了你的舍，那我就可以飞升了。你就这么确信自己一定能成功？死到临头了，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云芝，若离，傅真是个好孩子，你要跟他好好的。会的，我会的。你快告诉我，我要怎么样才能救你？还想救人啊？你看看，他身上刀伤是谁干的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云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云芝，是我害了你。看来我这最后一次情节也躲不过去了。真可笑啊，傅云芝！直到现在，你才发现自己有点舍不得他。傅二爷，那个人太可怕了，我们恐怕拦不住。废物！傅四爷，你要是不想傅云芝死的话，那就继续吧。云芝，你傅子川，你有什么仇什么怨，你冲我来，放了云芝。想让我放过他，可以啊。那你就自砍双手，我就放了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傅先生，不要啊！妈的，就来坏老子好事！傅先生，云芝在里面，我刚刚算过了，你只要到我这儿，你和他的距离就在100米以内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傅先生。傅先生，成功了，就快要成功了！
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恢复法力了？难道傅泽川没有拦住傅思言？少仙，少仙饶命啊！少仙，少仙，我知错了，少仙。想夺本尊的蛇，死吧！我本无意伤害凡人，但你不算什。老婆，我来了。你来了。为什么我的法力对你起不了任何作用？包括你是修仙多年的老祖宗啊，经历过那么多的生死离别，没什么好哭的。你坚持住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快，去跑！老祖宗，老祖宗，别脏了你的手，法律会给他应有的惩罚。傅泽川，去牢里跟你的父母团聚吧。傅泽川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现在将你依法逮捕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去医院。走。你怎么这么傻？只要你能活着就好。不，我要你也活着。如果你死了，我就去查理阎王殿。我不要你死，我要你活着。老婆，你说我算不算是你的亲姐？说什么呢？我不要什么亲姐，你也不是我的亲姐。所以那些自我牺牲、自我感动，我都不要，你明不明白？那我岂不是白死了？对，肯定会拍死的。所以你不要死。阎王手的命已经够多了，他不差你这一条。老婆，你一定可以飞升成功。思妍，思妍，你醒醒啊！我不飞升了，我不要飞升了，你醒了好不好？傅思妍，南山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小鱼儿，你怎么啦？我不要飞升，我要你救活他，我要你现在就救活他，我不要飞升了。这不是傅思野吗？他怎么死了？你一定有办法救他的，对不对？只要你能想出什么办法，你要我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。这不是我不想救，只是我们神仙不能干扰凡人的命数。用我的修为，用我将近1万年的修为换他一条命，足够了吧？你开什么玩笑？
小云儿，他只是你漫长人生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而已。你几千年的修为，换一个小小凡人的命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以前我不明白，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。如果没有他，我的人生将毫无意义。与其孤独的永生，我宁愿选择在这几十年中和他白头到老。老婆，不要！老婆，不要！一个凡人居然产生了灵体。思雨，真的是你吗？老婆，我已经死了，你不要费劲再去救我了。飞升是你几千年来的心愿，你不要为了任何事放弃，否则，即便你将我复活了，我也都无法面对你。你别啰嗦了，既然是我的人生，那我就有权利选择我的人生该怎么过。人生开始吧，用我全部的修为换他一条命。云芝，你别这样，我真的不需要。你闭嘴！老婆，你想想几千年来你经历的一切，受了那么多苦，为的就是飞升。我想看你站在顶端，而不是为了我放弃这来之不易的一切。不要再说了，雷神，怎么还不开始？雷神，你是神仙，一定有办法让我升仙，对不对？你要干什么？老婆，我不需要你为了我从天庭坠落，我可以为你登上天庭，1000年不行就10000年。你别这样，你知道10000年代表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但你能熬过来，我也能。我愿意去经历你曾经历的一切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刚刚月老给我传信，你这一世的情节算是渡成功了。等你飞升成仙，想收一个灵体当书童也好，当药童也罢，那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骗你10000年不打雷。那你不早说，那我要飞升，要飞升！自作自受。看来傅晨把傅氏集团管理的挺好啊。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是谁调教出来的。我看你是早就想当甩手掌柜了吧？老婆，这话说的，我现在跟你一样，都不能出现在凡人面前，我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嘛。老婆，哎呦，不错啊，肌肉越来越发达了，看来咱们修炼的频率可以提高了。那我们今天还是在泳池吗？那当然了，月老说了，那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在那里能加快修炼进度。哎，老婆，老婆，你快看，老祖宗他们好像要回来了。嘘，我们悄悄的，别打扰他们。小家伙，祝你一生平安，好运常伴。老婆，他们都生2胎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个小仙宝啊？等你飞升的时候。那为夫得更加努力了。